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奇沃克斯米哥。2016年3月份呢，苹果将会推出 iPad Air 3和 Apple Watch 2。当然了，也许有传闻中的这个新版的 MacBook Pro 2016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哈，MacBook Pro 2016，我们期待太久了，因为它大概有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最新看到的也是上一代的处理器，但是呢，近日呢，三星已经发布了它旗下的 Galaxy S7 和 S7 Edge， 然后呢，最近也没什么想买的，实在没想买的。然后后来我就看看微博，然后就拿手机刷一刷微博，刷呀刷，突然发现以前很多粉丝或者说一些朋友给我私信说米哥，你能不能就是测一下 MacBook， 就是传说中的12寸那个只有一个接口的那个电脑？我在想那个东西真的好贵啊，买不起啊。但后来突然有个机会，一个朋友呢，他突然就是可能是爸妈送的新年礼物，送给他一个新年礼物，被我知道了，我就说能不能把电脑借过来，让我米哥做个开封视频，然后做个体验视频什么的？他说好吧，那借给你吧，看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所以我拿到了这台电脑，就在我面前。然后当然了，这位朋友也是中国人他就喜欢金色，在我面前呢就是这个 MacBook 金色版12寸。那我们拆封看一下吧，然后就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MacBook 到底值不值得买呢？ Let's go。 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拆封在我面前就是 MacBook 金色版本12寸的是256G 硬盘，也是属于低配。它一共就2个版本，一个低配，一个高配。高配的话要比低配贵不少，但是我看了就是说这个容量翻倍，然后速度上可能快那么一丁点。但是我是一个很精明的人，我是不会买那个高配的。闲话少说，拆封。正面包装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非常薄。有时候如果距离太远的话，你都不知道这是卖的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是太薄了。然后呢，机身顶部呢是一个 MacBook 这个标志，一个金色金色的字体配着金色的机身。然后在背面呢，当然了，就说一些数据参数，那好比说12寸的 LED 有背光的，分辨率是2304乘1440。然后呢是 1.1G Dual Core Intel Core M， 这个处理器说实话够用就行了哈。然后看重点8GB 内存，然后是 USB Type-C port， 截止目前是苹果唯一一款带有 USB-C 接口的设备。然后呢 OK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拆封。之前有人说你用那剪刀太吓人了，还是用普通的东西开封吧。我就说那我还是用螺丝刀吧。螺丝刀非常简单易用，而且呢非常的实用。它不仅能够开封突然发现不是很锐利再来一遍。好，拆开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千万米哥是从来不会做暴力拆封的。好了，3、2、1，走起。还挺紧。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呢？可能你买到的一些配置跟这个价钱真的不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比例，但是对于这个设计来说，可能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拿出来的一瞬间呢，感觉非常轻薄，真的很轻薄。然后呢，里面非常简单就是一条数据线，一条 USB-C 的数据线。拆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简单，两头都是一样的感觉。OK， 说明书下方呢，就是
一个 MacBook 说明书，也不知道，我几乎从来不看它那个苹果配备的说明书，因为东西非常简单易用，你开机大概就知道所有的用法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充电器，这个充电器感觉有点像，真的有点像这个 OK， 也是特制的，这是一个 USB-C 的一个充电器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接口，我们要把这个 USB-C 接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放一边，然后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的小玩意儿，对，把这个拆。3、2、1，拆封，干净利落哈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机身，这个感觉，这个薄度。好，先把它放在这里。3、2、1，揭开。揭开之后呢，屏幕与这个键盘之间呢，还是有一层纸的，薄薄的纸。哇，这层纸真的非常非常的薄，先放一边去。这就是我们的机身，非常扁平的这个状态啊。键盘大家也知道是那种什么蝴蝶的键盘，按起来反馈还不错。但是这个触控板跟这个机身比例感觉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。上面有一层小小的玻璃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我们试开机试一下，可以看到已经开机了。开机设置，首先选择语言，我选择中文，地区我还是选择中国。其次呢，问输入法当然没有问题，默认的拼音输入法，然后 WiFi 网络输入自己的 WiFi 网络就可以啦。转移数据 OK 不需要，开启定位一定要，然后输入自己的 Apple ID 没有问题。我们继续走条款嘛，一定要接受啊。然后呢，创建你的电脑账户，然后呢就 OK 啦。如果你有设置 iCloud 的话，他问你要不要开启寻找我的电脑 ，OK， 当然没有问题。iCloud 钥匙串这个输入密码，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一定要开启。还有一个 File Vault 磁盘加密，要不要开启？我建议要开启。然后其他的一些数据呢，我建议都给苹果提供，这样的话，苹果会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平台。这就是开机界面。作为苹果历史上呢最轻薄的 MacBook 电脑来说呢，如果有人要买它的话，基本上是冲着它的轻薄。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机身，薄到有点割手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是否能够拿它用来做武器？当然不可能。其次呢，它是一款12寸的视网膜屏幕技术的一台电脑。当然了，键盘也是全新的一种技术。具体使用感受还是 OK 的，但是屏幕看上去真的非常不错。键盘乍一眼看上去也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呢，也许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。然后背面也破天荒的去掉了那个会发光的苹果标志，改用了反光材质。其次呢，真的会觉得其实反光材质更好一些。真的非常非常轻薄，以为拿了一台 iPad， 但是它只有一个耳机接孔，还有2个麦克风，在另外一个部分只有一个 USB 了 ，USB-C。当然了，打开之后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它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了。所以面对如此的设计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反正对于我来说，真的看上去太漂亮了。在简单的使用完之后呢，就是设置完之后，简单的上网浏览网页，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文字处理，大概也就半个小时时间。米克觉得这个电脑设计还是有它的一定市场的，毕竟非常非常轻薄。比如说跟我之前一直在用的这个 MacBook Pro 15寸来相比的话，这台简直就是袖珍版的一台这个 MacBook Pro 袖珍版。不是2个手托举的话还是 OK 的，但是这个手的话，几乎2个指头就可以把3个指头就可以把它举起来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轻。感觉非常非常的随意，可以把它合上。真的是太轻了。
但是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说大概充电了10来分钟，这个底部发热量是非常巨大的。但是 MacBook Pro 呢好一点。那总而言之呢 ，MacBook 值不值得买，这个还真的很难说，因为我需要再用几天跟大家聊一聊。但是现在来说呢 ，OK， 还是不错的，一台非常轻便的，有点像iPad Pro 加超薄键盘的一种设置，但当然了哈，差别还是蛮大的。这是应该迄今以来至今为止，甚至比 MacBook Air 还要轻，也就是说苹果最轻的笔记本电脑，真的很轻。大家如果拿起来的话，轻的同时不说，感觉还是蛮有用处的。这台电脑突然发现特别适合我们大家喜欢写作的人去用。如果你是作家的话，这台电脑非常非常适合你。另外呢，因为它这是唯一一台苹果设备里面唯一一台金色的笔记本电脑，也就是说它跟你的手机是多么的搭。如果你有一款金色的手机的话，然后放在一起真的是非常搭配，你们说呢？好啦，记得关注我的这个微博，然后我的视频频道YouTube， 然后斗鱼，乱七八糟广告上都有大家都说过。真的是希望再过几天呢，再使用过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使用感受，然后说一说这个电脑到底有什么好，还有什么不好。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再见，记得关注。好了，在这里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